好，大家说湖南娄底的事，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感谢伟大领袖，这个傻逼习近平洗鸵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的导火索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两个月中国国内所有媒体的变化？你们现在翻开中国的媒体啊，抖音呐、快手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全是乱七八糟的坏事？这坏事在媒体里都能被爆出来啊，今日头条啊等等啊，政府内部的县委书记睡了乡的书记啊，云南昭通市的领导和女下属啪啪啪，纪委领导，清华大学毕业的苏州工业园区的商务局人员举报该局干部的贪腐等等，大家有没有发现，政府的事夸夸在这说。啊，金融圈的啊，咱们讲过的帅哥靓妹的事，还有什么金融机构董事长不远万里去小妹家里慰问，就是威胁啊，人家爸妈晕倒啊等等啊，经济领域的事，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上半年二手房全面下跌，房价全面衰退，上海、北京等全国所有主要城市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大幅度下降等等。深圳今年上半年72%的法拍房流拍，这些经济方面的、医疗圈的啊，莫名其妙的脑死亡、被骂滚、直升飞机送废，社会圈的啊，这儿杀人伤人，什么长沙、沈阳自杀的，灾难圈的啊，桥塌了、车倒了、人没了，河南永城的大爆炸，2位数以上的死伤，长沙地库充电桩出问题，一夜之间40多辆电动汽车烧毁，整个车库烧毁，包括国际上的，这边中共在官方恭祝委内瑞拉总理马杜罗连任，互联网上全是骂的，关键这些骂声咱们都看得见，等等等等，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对，所以现在如果国内的朋友打开手机，你有没有看到你现在看见的信息跟3个月之前相比变化很大，乱七八糟，哀鸿遍野啊！国内朋友自己可以想想是不是？对，所以现在你在网上谁看看能不能看到好消息？告诉我，除了八卦娱乐信息，卖东西的、做广告的，你几乎是不是在国内所有领域看见的全是坏消息？没有好的，全是坏的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乱？不是负面信息允许公告了，什么时候开始乱？我跟大家讲，线上的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文明嘛，线上线下，线上的乱已经开始了。促成这种景象形成的2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习鸵鸟本人的做事风格。为什么我叫习鸵鸟？咱都知道，这个人头扎在沙子里，看不见就当没发生。所以中共下面给上面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事儿只要不让这个傻逼看见，就属于没发生，底下也可以闲在点。所以现在除了中央点名互联网上处理谁处理谁，或者领导说要关注什么事儿以外，现在的互联网爱怎么说怎么说，没人管，线上的事儿随便说，对吧？所以很多真实的社会的悲哀的景象就反馈出来。另一方面呢，跟大家讲过保守派，现在呢大量的人在利用这个傻逼习近平这种特点，所以有意识的放宽自己权力下对很多领域的管理。反正现在中共的局面就是缺钱少人，所以这些人索性就不管，甚至故意在后面让他乱。那上面问下来有的是借口，你要是想不乱，你就给我加钱添人，加不了，那就出现这个景象。所以这2方面的原因，这个不是故意让你们说负面信息允许报道，傻呀！你们觉得中国共产党会可能吗？就这2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就是线上的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我们可以叫战国的比较宽松的乱的时期。现在互联网都可以在
国际歌都可以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上随便唱了。咱们都知道去年肯定是不行的啊，今年上半年肯定也查得严，现在国际歌随便唱，经常放国际歌。于是呢，互联网就成了中国大量的社会大众啊，甚至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定义为别有用心的群体，发泄自己内心真实想法、介绍真实场景的地方。国内的互联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现在已经有大 V 明目张胆的说，美国就是好，美国就是棒，美国就是全世界的典范。谁抹黑美国，盲目夸赞中国，谁就是汉奸，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刷到过啊？我不止一次刷到过，不止一个人。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风潮变得有多大？就是中共肯定是西方阴谋论呐，这给你们现在拼命的说西方阴谋论，但是互联网上竟然已经有人跟他说这个美国就是好，谁说美国不好，骂美国就是汉奸，这种话都能说，那就是跟中共说的西方阴谋论反向带节奏了，而且没有上面的指示，这种言论都可以被一直挂在网上。我也说了，国内的朋友，国内看互联网朋友，有没有人可以说一下有没有人可以说一下，是不是我讲这3个月以来比以前乱多了，而且出现的全是负面消息有人说不是很正常吗？这种景象出现其实真不正常。你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管理中国社会的3大利器，讲过洗脑、捂嘴、打击报复，就这仨管社会的。洗脑、捂嘴、打击报复，这是最有效的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建国1949年以来到现在都用的，毛泽东用的很好。捂嘴这个武器效率在现在突然间降低了突然间降低了，不是不能捂嘴，中共想捂你，互联网全封了就完了，还不能捂你，是有意无意的捂不严了。很多以前不能说的，现在全都可以说了，负面的事儿都可以谈了。就像我说了，国际歌都可以唱了，那你在网络监控这个太容易了，一说声音马上就封了，太容易了。所以跟大家讲讲，中共的内部正在出现大问题，这就是你说湖南娄底很多事都一样，系统性的问题其实呢，大家都应该知道，互联网是特别可怕的，传播的特别快。如果中共还是这种捂不严或者是不捂的态度，负面情绪很快就会通过互联网向整个国家的社会的中下层蔓延，从线上会蔓延到线下，对吧？湖南娄底、拼多多商户维权，包括前几天浙江成都几百个球迷打架闹事儿，你们大家如果去查，都是这些事儿已经在互联网上进行过组织跟串联，而且事儿发以后都是通过互联网去传播的，都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所以目前呢，中共内部的情况看，针对互联网上的封锁如果不是要军管什么东西，已经很难再达到以前的程度了。我认知的一些人跟我说就包括现在公检法、纪监委、国安委、网信办在内的大量公务员，对于目前社会的现状都有自己的想法，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共让底下这些人干活，你中国共产党你就是再高的人，你政治局常委你让政治局委员干活，你伟大领袖独裁习近平你让政治局常委干活，你总得让干活的人有好处可以拿，而且愿意为你心甘情愿的去干活。那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到底是使用了120%的工作状态在干活，还是只有50%的工作状态在干活，只有这个人自己清楚。所以大家表面上看到的是中共捂嘴捂不严了，所以中国互联网上的自由度现在开放的越来越大，就这2-3个月越来越大。
但本质上，我跟大家讲讲，这就是中共内部开始土崩瓦解的迹象了啊，真的是这样。现在大家也发现，党内的人自己也发现，这个傻逼习近平面对比这个什么网络环境啊，监管网络环境啊，重要的多、尖锐的多，大量现在面临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金融矛盾等等，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是无所谓，爱咋样咋样，不管这些问题都不管，那互联网这个上面的监管就肯定提不到日程上了啊。那这样情况，那我们就等着吧啊。现在线上这种群情激昂、这种动态的社会状态，肯定很快就蔓延到线下了。你们现在自己看看国内的网络乱不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活在国内啊。活在国内的人，看看你每天翻网络是不是全是事儿？各领域、各环境，到处全是在闹事儿，就没有不闹事儿的啊，没有不出事儿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天天在这个里面耳闻目染。就算你以前还是一个小粉红，只要你不是坚定的小粉红，你看看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啊？我要看看底下那些人的评价，对于网上机动信息的评价。所以大家等着吧，这种环境再持续3个月，整个中国国内线下的浪潮是必然就来临了。线下我已经讲了，你现在湖南这个事儿也好发生的，还有就这种围困拼多多这个事儿，包括你说以前哪儿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球迷的打架跟冲突的这些事儿，对吧？就这些事儿现在都在开始做，这加上以前，你知道现在这个公务员的维权呀，就是群体性的维权，有多少地方正在发生？所以这个东西在随着互联网这么多负面，大家有依据了。大家发现不是我这一个人在乱，到处都在乱，不是我一个人出事，到处都在出事。所以这种景象的蔓延，最后带来的影响就很大很大了啊，很大很大，好吧啊，这个大水灾的视频是能给你推的，至少我看的媒体啊，西瓜、快手等等，抖音都是会给我推的啊，大水灾的这个视频。所以呢，我看的就知道现在吉林到了什么程度，包括决堤的地方淹了多少房子。当然，这个淹的房子比那个咱们那个团州院还是少，团州院是没顶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是抽水抽到现在，你们在自媒体视频应该看到团州院的场景。抽到现在，昨天的团州院那房子还都淹一半呢，就抽水抽到现在，那么多泵都在抽，那团州院还淹一半呢，对吧？在那个洞庭湖上已经看到那么多船都在开来开去了，啊，团州院还一半，剩下的就现在决堤的其他的地方，那个房子都是大部分淹掉了。因为这次决堤呢跟团州院不一样，它不是从底下管涌导致的，它是水漫堤了以后从上面冲开的决堤。地方虽然比较多啊，但是淹的地方的景象呢比团州院还是差一点，好吧？所以呢，这个就这样，举报你的不一定是小粉红，可能是电脑查出来的，你讲的关键字啊或者关键词有问题，他给你做的，这有可能啊，不一样的地方。灾难是特别多，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灾难不是这样的？你们好好看看末代的王朝。对吧？明朝最后怎么灭亡的？那时候那个灾难，清朝最后那个灾难，真的是到处都是灾难。为什么叫天怒人怨呀？天怒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人当了君主，这个人干的事儿，老天都开不过去。我是学中国文化的，我很信命的，这个大家知道吧？所以老天都看不过远。你看今年中国人这个灾。北京这2天这个雨下的，今天这个雨下的，这是北京啊，往年哪有这种景象啊？看看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这个灾呀，哪以前你们在中国经历过这么多的灾难？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灾难的，这就是天怒人怨，老天都觉得这个人，不应该存在啊，应该要下去，好吧？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对，没钱养着呀，没钱养着肯定要失业了啊！我不是看着开心，是我讲问题都是一般都笑着，已经大家很闹心了。我再哭丧个脸，大家不更悲伤吗？啊，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要开心，我就不关注中国了，我就开心关注其他的事儿啊。关注中国就是因为一点都不开心，真的不开心。但是我觉得会过去的，否极泰来嘛，会过去的，好吧？国债这段时间利息也在掉，但是买吧，现在看看2019年周小川说的话还是很正确的。原来人民银行的行长2019年周小川说过一个话，说人民币的利息会一直降，所有的理财产品利息都会一直降。说几年之后大家应该看不到年利率在3%以上的固收产品了，那就是换句话说银行那时候可能都甚至是负利息了。2019年周小川讲的话，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周小川还是有点预见能力的，因为在2019年他就预言到了2024年嘛，5年前中国会很大概率会进入负利率时代，利息都是负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景象就很悲哀了。